小白优品品质二手商城，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更多热门机型及官方原厂配件折扣低价，赶紧扫码查看。小白优品只为价值买单。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又为大家带来的是华为 Mate 20系列的一些视频啊。之前呢，由于一直没有拿到机器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店里现场呢拍了一个简单的小的上手体验。如果要是大家没看的，可以去看一下那期视频。那期视频呢是有3台手机，这个 Mate 20、Mate 20 Pro， 然后还有就是最大号的 Mate X 全都有。这一期呢，我们就带大家详细体验一下 Mate 20 Pro 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实际卖点，在我们的使用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 Mate 20 Pro 马上开始。OK， 目前在桌子上摆着的这些啊，可以说是今年的全明星产品啊，这个全明星阵容了。这次的这个 Mate 20 Pro 呢，一经发布，也是被冠以了目前安卓最强机皇的这个桂冠啊。终于是把三星给拿下去了，因为它真的配置已经是非常梦幻了。特别强调一下，它6G 的 Pro 版本呢是没有这个屏下指纹的，但是有这个3D 结构光。只有它8G 的，它是全部都标配的啊。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贝壳的工艺方面，这次呢采用了一个什么蚀刻工艺啊。这个后背呢不光是这个玻璃的下面有这个纹理，这个外表面呢也是做了这种小方形的一个蚀刻工艺。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放大的这个图片啊，一个一个小方格。首先在视觉上会显得这个颜色特别深邃，我们拿的这个是宝石蓝的颜色，这个要比三星 SU Plus 这个还要再深一些。电源键上呢也是做了一个骚红色的一个处理啊，还是挺点睛的。摸起来呢，它是有一个微微的细沙的那个感觉。之前华为有一个钻雕工艺，但是那个之前被大家戏称为这个磨指甲用啊，是因为它那个纹理特别糙。但是这个蚀刻工艺，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是非常细的，而且呢，它还防指纹。也特别说一下，它只有2个颜色是有这种工艺的，一个是这个翡冷翠，一个就是一个宝石蓝色，它那个极光色是没有这个工艺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解锁的速度方面，这个8G 的这个版本呢，它是支持2个，一个是屏下指纹，一个是3D 人脸结构光，这也是华为第一次上这个3D 人脸。目前这个结构光呢用的最好呢有这个 Find X， 然后还有就是 Max 了。咱们来对比一下，这台我是已经先录制好了。由于这 Find X 它是有一个向上升的这个机械结构，所以说确实还是要稍微慢那么一点儿，但是差别呢并不是太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华为呢是有一个这次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它直接省略了滑屏这一步。大家来试一下，3、2、1，3、2、1。基本上差不太多啊。如果硬说的话，可能 Mate 20有的时候要稍微快那么一点，但是这个不是它核心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刚才给大家演示过的这个直接解锁了。之前在体验这个红外解锁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要是3D 结构光也能做到这一步，就完美了。那么现在 Mate 20 Pro 是实现了这个功能，我只要一抬手，不用任何操作，我不用点哪儿，也不用滑哪儿，直接进入屏幕，而且安全性也保证。3、2、1。非常不错。OK， 下一个就是屏下指纹了。屏下指纹呢，目前做的最快的呢，无疑就是这个屏下指纹的先行者这个 Nex 了。咱们来对比一下，3、2、1，3、2、1，3、2、1，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要是快速离开的话呢，也是没有问题。但是呢，目前这2家呢还都不能识别这个轻轻一碰直接就离开解锁啊，确实还不行，得需要稍作停留一下。速度上已经和 Nex 基本上是一样的了。这个解锁方面呢，并不需要担心。刚才呢，我也是实测了一下这个支付方面，目前的这个3D 结构光呢还没有打通支付，当然也可能是软件的版本啊。现在如果要是转账的话呢，是可以支持指纹的，屏下指纹解锁是没有问题的。下一个就是充电方面，这次有线充方面呢，这个 Pro 呢是搭载了一个40瓦的快充。那么咱们废话不多说，先实测一下。充电器方面呢是10伏4安的 Max，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标志。那么实测一下，
这个速度呢是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现在是13瓦、14瓦，现在已经突破24瓦了。OK， 现在突破30瓦、36瓦。实测下呢，这个40瓦的快充呢，能达到大概36.5瓦的最高的这个样子，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啊！现在是熄屏的情况下，那咱们解锁亮屏试一下。OK， 现在咱们亮屏试一下，这速度呢是稍有下降，已经下到了30瓦以下。亮屏的情况下呢，大概是在22.5瓦的这个样子最高。这个亮屏的情况下，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比别家这个熄屏还要快一些。OK。另外，无线充方面呢，我们现在是没有它原厂的那个无线充电底座啊，它说是可以支持最高15瓦，也是目前最高的一个无线充电的速度。但是想实现华为这个15瓦的这个无线快充呢，都是要通过这个充电器来实现的，它的数据线也是不能更换的。另外呢，它这次还有一个非常骚气的功能啊，就是这个反向无线充电。这个功能呢，默认是不开启的啊，我们需要到设置里边，然后电池，它这有一个无线反向充电。它会告诉你把手机直接放到它后背就可以了。OK， 放到这儿。这是一台 Max iPhone。哇，这功能太骚气了！虽然说可能实用性的场景并不是那么多吧，但是真的非常有意思这个功能。充电，保持严度试一下。OK，SU Plus。哎，奇怪了啊！ SU Plus 怎么不行？再试一下这个 Mate 2S， 什么情况？哎，对，关了那个功能。开了，我操，我真开了！哎 ，OK， 我们现在试的是 Mate 2S，Mate 2S 保时捷版本也是可以直接充电的。你再来试一下三星 SU Plus。但是呢，我们在试这个 S9 Plus 的时候，发现无论如何它也不支持这个快充。但是我们在试这个，哎，它什么鬼啊？这 OK， 现在我们放的是这 SU Plus， 也可以实现无线充电。我们把这个反向充电给打开之后啊，然后放在这个第三方小米的这个无线充电器上。也是可以实现给它充电的。Mate 20 Pro 的这个无线充电呢，就是你开启关闭它都可以支持双向的，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啊。OK， 下一个环节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980的实测啊。这个980呢，号称是怎么样是吧？特别厉害，也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我个人呢，最关心的就是它的 GPU 的表现到底怎么样了。那么这次980，咱们先来看一下跑分情况。
抬手就解锁啊，这个体验真的是特别棒。OK 啊，下一个呢就是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相机方面，这次的这个 Pro 版本呢是这个4000万的这个徕卡3摄，是要比 P20 Pro 上那个更升一级的。这3颗摄像头的配置呢，这次可谓是非常梦幻，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完成版啊。是等效16毫米的一个广角，然后还有就是24毫米的一个正常焦段，还有就是80的一个长焦，基本上这3个摄像头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日常需求了。你又可以拍超微距，又可以拍广角，然后还可以实现4000万的像素，还有这个80的长焦。那么就废话不多说，直接上样张。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张，跟大家好久不见，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很惊喜、很意外？因为这次 Mate 20 Pro 的拍照太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就在前期的体验环节呢，简单的跟大家分析几组样张。按照拍摄顺序来分析，第一组夜里11点的麦当劳门口，整体来看呢，7款手机的观感都很好。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带了7款手机拍照，店里的高光、黑鲨、黑漏和魅族16X 以及 S9 Plus， 什么 S9 Plus 竟然过曝了！完了，我是三星黑。小米8呢没有过曝，但是出现了严重的噪点。完了，我是米黑。iPhone XS Max 呢 ，iPhone XS Max 呢和华为20兄弟啊表现优异，转到暗处的20分钟必达。黑鲨、黑漏和小米8屏幕怎么版啊画质最差。完了，我是黑黑。但是没想到 iPhone X Max 呢竟然出现了疯狂的噪点啊！没想到黑马竟然是魅族16X，竟然跟 Mate 20 Pro 一样清晰啊！这有啥好奇怪的？毕竟人家是 IMX380 Mate 20同款。然后来看一组有高光的夜景 ，iPhone X Max 画面最亮 ，Mate 20呢相比于 P20 高光压制升级明显啊！没有想到魅族16X竟然也把高光压了下来，比 iPhone XS Max 还要好。另外几款手机呢都过曝了，暗处的牛肉粉华为 P20 Pro 呢甚至还要更好一些。没想到 iPhone X Max 严重翻车，是所有手机中最模糊的。然后是小米8屏幕怎么版和黑鲨黑漏。接下来看一组极限暗光，这是我每天下班的必经之路，是不是有点吓人？2台20呢直接领先，咱们不用秒杀、完爆、吊打、碾压之类的，你听听多俗。黑鲨黑漏呢是已经到了极限，乌漆嘛黑。小米8呢同样是到了极限啊，噪点疯狂输出。S9 Plus 也到了极限，拍成了黑白。反而魅族16X看起来比 Max 还要清晰，那谁表现最好呢？放大旁边的车屁股不就知道了吗？ Mate 20 Pro 明显比 P20 Pro 更清晰，然后竟然是魅族16X。转到对面的车，魅族16X这次你不行了吧？哈哈哈！华为20兄弟直接完爆秒杀吊打碾压其他手机，小声逼逼，魅族16X越级打击，后面不带他玩了。接下来是白天的表现。这组呢，除了天空的颜色不一样，怎么感觉建筑都一样啊？直接来对比解析力吧。无良印品啊，不对，无印良品华中旗舰店的 logo， 怎么感觉都差不多啊？算了，下一组吧。开个玩笑啊。黑鲨、小米、三星、苹果均出现了噪点和涂抹，2台华为呢像是磨了皮儿一样的光滑。在美国，你磨皮可是要给差评的。接下来这朵花。怎么又都是红色的呀？哎呀，分析的好累啊！不分析了，你们下载样张原图自己看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Mate 20不分大小写啊，不对啊，没有不分大小写，只有 Mate 20。哎呀，你说这次我分析的这么详细，后面的测评视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让狗蛋自己看着办吧。不出好视频，到时候再打一顿。OK， 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大家这一次对 Mate 20 Pro 可以说唯一一个有一小点纠结的地方啊，那就是它的屏幕了。虽然说是最主打的机型呢，这个 Mate 20 Pro 呢并没有用上三星的顶级的 A 屏，而是用了来自国产的厂商 BOE 京东方啊。这个大家一听国产，可能是觉得哇，这素质肯定不行，肯定辣眼睛，肯定大果粒什么之类的。而且它的第二供应商呢是 LG， 这个主要的供应商还是来自京东方啊。但是我们实际观感啊，这块 2K 的屏幕啊，官方宣称的 PPI 排列呢是538，我们放大看一下这个像素排列形式，之前确实是没有见过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这个 Pentel P 排的一种，这个538的 PPI 简单换算下来呢是430不到440的一个 PPI， 但是实际看起来这屏幕还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还有就是像这个 S9 Plus 一样这个曲面屏的两侧有一点泛绿。尤其是打到白色的时候非常明显，这个不光是这个 P20 Pro 有这个 S9 Plus 也是存在的啊。当然，这个都是这个屏幕本身的问题。录制视频的时候呢，国内还没有正式发布，它的价格呢，这个8+128的，据说是在6000左右这个价位段。国产机到6000，可能觉得哇，是不是挺贵啊？但是如果你上手这台机器，再知道它的所有的这个价格之后呢，确实还是
挺值的。虽然说是6000啊，但是跟同级别大厂的6000的比，它的功能完成度啊，还是整个的体验都还是可以的。OK， 这次 Mate 20 Pro 的一个专项体验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这台机器呢，后期的一些深度测评，比如说续航啊、电池方面，效率到底如何，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它的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里边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后期呢，我们也会推出全面测评，对它进行一个实际检验，看看它是不是像现在所说的这样没什么槽点。OK， 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小白用品品质2商城也可以直接在这进入，3天物流退货，180天的保修，全场低价。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就可以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小米 Mix 3。